当时觉得自己在人生最谷点，在疫情期间被炒了，然后感觉天塌了，已经到最低谷了，可以再换，然后就说干脆出柜吧。我叫小蔡 ，I'm gay， 在德国生活，今年第10年。我当时在国内觉得自己跟这个社会格格不入，我不喜欢这种所谓的应酬、面子，然后让我觉得很压抑。所以我在高中其实就有这个想法出去了，然后就选择了德国，也算是一种缘分。我觉得现在很好，对。我在大学的设想其实蛮传统的，之后工作找到对象，然后结婚生子，比较传统的过完我的一生。直到我后来发现，原来自己是个同性恋，对自己的这种规划全部打破，也没有在国内听说同性恋结婚啊，或者是谁跟谁在一起，反而他当时比较污名化。一说到同性恋，就会涉及到艾滋病啊，反正在国内还是稍微的会掩盖自己，也不会愿意跟非圈内的人表达更多的自己。出了国，怎么说呢？我感觉社会氛围不太一样。你可以做你任何想做的，没人会评判你，或者说没人会说，啊，你这是错的，这是错的，你应该这样做才对。你要自己做决定，然后自己去执行。从小的经历就是，因为我在农村长大的，身边各种叔叔阿姨、爸爸妈妈都说，哦，这是对的，那是不对的，你不该这样做。你按照他们的意愿所做的，你就会能够获得一颗糖。你表现不对，我家里会家暴，会体罚你的。其实我一直在这种环境下长大，我都有这种对自己的一种自我的一种禁锢吧。我是觉得到德国第4、第5年之后，我才觉得从这种禁锢当中解放出来了。一个人在外面，你少了一种心灵上的一种寄托。出国之前你没有这种地域距离，你出国之后呢，尤其是你一个人在一个异国文化的区域内，你需要一段时间的融入。这样融入的过程，你会感觉身边没有一个，你其实是需要一种心灵的一种支持。我其实蛮想要一种来自父母的一种支持。在这边生活久了之后，我觉得我跟我妈的关系其实越来越疏远了，因为我们的通话之间就是吃没吃好，睡没睡好就没了，就聊不到更深刻的一点。以前可能都在国内，你就算沟通不怎么频繁，但是地理位置上还是比较方便见到。出了国之后呢，你就发现你想见到他本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你在这边又孤身一人，特别希望就是说我妈能够从真正意义上了解我。也没有契机，就是当时觉得自己在人生最谷点。我当时在疫情期间被炒了，然后感觉天塌了。那个时候找工作也不是很简单，感觉自己已经到最低谷了，可以再换，然后就说干脆出柜吧。然后我就直接跟我妈打个电话，我说我有很严肃的事也跟她说，我说我喜欢男的。然后她当时我觉得电话已经没有声音了。我说你还在吗？你还好吗？你还在吗？我不太确定他当时是不是已经哭了，但是他跟我说了悄悄，就是他无法接受，然后他就挂了。接下来几天我就会隔一天跟我妈打个电话，前几次也是哭，一直哭。2周之后开始好点了，开始问我会不会得艾滋病，污名化的一些东西问我。我是反问他，我说他从什么渠道得到这种信息？因为我妈其实是个农民，她不怎么识字，没念过什么书，然后她自己也不会上网。她能够在2周之内就能够问这种问题，其实能够体现出她的重点在于我，让我其实觉得蛮感触的。这种最朴素的母爱，敢说出口，其实我就是给这个母爱做一种冒险吧，就是打赌吧。大概过了2到3个月，周末他主动给我打一个电话，
他说不管他能不能接受，他还是爱我的。我是觉得这一句话让我当时的一种汹涌的一种情绪从心里迸发而出，就是感觉我的心圆满了。但其实你并不知道他这一切来自哪里，对，我觉得主要还是来自他对我的爱。我觉得有了这个开端之后，能够开始沟通了。在我这边都会先准备好一些素材，开始发给他看，还有亲友会的一些视频，一些出柜的视频，我都会转发给他看。我就跟他介绍说啊，你看我初中、高中、大学，尤其是大学，我生了一次大病，然后就跟他说我那时候生病其实是因为我喜欢上一个男生，开始跟他介绍我的经历。然后他开始说我小时候什么不一样啊，跟别人比什么不一样啊，他觉得我心思很细腻呀，很会照顾人，很温柔啊，对，就开始将自己这种以前的历史相关的历史，然后都会说出来，然后他也会觉得反思，就会回想自己以前我有什么他觉得不一样的地方，他认为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。然后我说那你看你其实发现了一个特别的我，只是没有往那个方向想而已。跟他聊过他这种心历路程，一定会听到觉得很震惊，因为这个词从来不会出现在他脑海当中，从来不会联想到男的或喜欢男的，他想不通，他这块想不通。既然这样，我说现在解封了，要不我带你回去参加一次亲友团。我是在那个欧洲的同志群里面认识了一个朋友金哥，搞这种同志志愿活动的，了解到广州亲友团一个群，当然是小强妈妈接待的我。他跟我说我什么时候回国的话，最好是带父母亲自过去跟他们见面。其实在我带他去见亲友团之前，他还是有心结的，他就是想不通。其实回国一点就是我因为疫情很久没回去了，二就是我觉得我要解开我妈的心结，是小强妈妈单独带了一个来自东北的一个同志的一个妈妈，然后以及当地的还邀请了一个妈妈，然后我就带我妈过去，一起吃了个早茶。我说你不是一个特例，我说国内其实有很多，只是你一直没有发现。我说你要有什么疑惑的话，你可以去，我可以带你去，你可以只听不说，或者说你有问题可以提问。我说你看自己什么样的状态，你再决定。就聊自己的一些经历啊，然后他们帮助过的孩子呀。当时听着听着，其实也蛮激动的了，就是觉得原来发生这么多故事啊。妈妈们也很踊跃的让我妈就是发表自己的想法。然后我妈就说了一下，就是当时出柜的那段期间，说就自己很难受，然后觉得就他的儿子一个不正常的，然后现在来了之后发现原来这个世界很多，他并不是特例，对，他就这一点，他觉得现在心结已经慢慢的打开了。我其实觉得当时那种氛围是影响我妈的一种状态的。他从一个不愿意表达，然后到这种氛围下，听着听着，其实跟自己共鸣了，然后他会想表达自己的一些问题以及不理解，然后我觉得如果能够在这种一种氛围下，其实有各种前辈来跟他进行沟通的话，我觉得能够让他至少觉得他不孤单，对。出完柜之后，然后没过多久，我也找到了新工作，然后我妈也从坚决不接受，到开始接受我工作啊，然后亲子啊，我觉得是越来越顺利的。尤其是我跟我母亲的关系，其实越来越近的。我会跟她说我跟谁 dating， 对方怎么样。我妈那边我也会了解她的情感状态。
然后有一次我记得我蛮印象深刻的，就是他跟我说他的经期问题。那个时候就是觉得自己有什么一些不舒服，然后就问他是不是更年期了，那经期最近还有吗？有没有停或者妈妈问题？他会跟我说，对一个农村的女生来说，这是个很相当于禁忌的话题，就让我觉得已经跟以前完全不同了。上个月我有个朋友来我家，我说我有朋友来，我说他没有出柜，我说你要不要鼓励他出一下柜？然后我觉得他说了一句话让我还觉得蛮有道理，就是说，他说早出柜晚出柜，反正都要出柜。在能够父母还年轻的时候能够出柜，他们有时间能够更好的去理解，就让我觉得说得好。